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轮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国际的态势发展哦。目前看到的伊朗跟美国的情势是如何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停火是延续的哈，因为这个川普摸摸鼻子又把时间延长了。但目前您可以看到，在伊朗首都的防空系统深夜却突然开火了。好，这是德黑兰地区防空系统在当地时间23号的深夜突然启动。好，当地可以看到的、听到的是防空武器开火的声音。那之所以传出防空系统启动的声响，是因为探测到小型的无人机，好，那包含以色列轨道器型的侦察无人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惊慌哦，想说该不会以色列又开始蠢蠢欲动动手了吧？好，但是以色列否认哦。我们看到《以色列时报》引述了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说啊，我们以色列并没有对伊朗来发动攻击。好，以色列的第12频道也同样的报道说啊，引述以军的消息说，现在是不会攻击伊朗的。好，干嘛呢？因为大家可能也对以色列信任度相当的薄弱，更何况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哦，他也特别呛瞎哦，他说我们正在等待美国放行哦，也就是开绿灯。那首要任务是要彻底的铲除哈米尼王朝。那此外，我们还要摧毁伊朗关键能源跟电力设施，瓦解经济基础设施，让伊朗回到黑暗时代跟石器时代。好，卡兹的说这番话，大家感觉哦，好像似曾听过哦，因为川普也曾经讲过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当时还被很多人批评哦，说这个怎么可以去破坏别人的文化嘛？哈，好，所以伊朗遭空袭，现在呢还是很多人怀疑是以色列正在欲盖弥彰啦。哈，好，那目前看到美国的动作，因为啊军事排场金价就短呢，哈，看到美军重兵压境伊朗。布希号驶入了印度洋，现在26艘的军舰部署了，这是海军包围的政策。好，这个布希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那这使得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航空母舰总数达到了3艘。好，包含了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在阿拉伯海，好，在这附近。那福特号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在这里。好，那布希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印度洋，已经北上到了印度洋。那除了海军包围之外，现在空军看起来美军也正在施压当中。那美国空军从停火开始以来，已经向中东执行了819次后勤飞行。那相比战争前3周，只有542次。大家就认为在停火的掩护之下，美军持续的在调动资源，好像在隐瞒他们真正的意图。好，那美国的情报监视还有侦查行动保持活跃。那过去24小时也发现至少有5架的 P-8A 跟 MQ-4C 的架次，据报飞越了亚丁湾、波斯湾跟赫姆兹海峡。那其中一架的 MQ-4C 被评估位在这个赫姆兹海峡附近持续驻留。那整体的局势显示美国的军事压力跟作战的准备在整个地区仍然是稳固存在。好，那当然观众朋友有些人可能对 P-8A 不了解，它 P-8A 是反潜巡逻机，那 MQ-4C 则是海神无人侦察机所以当然也是被大家认为说相关的军事排场跟动作实在非常多，到底后头的葫芦卖什么药呢？那目前也看到伊朗是炮轰美国，封锁不撤，这个谈判免谈。那当然，伊朗现在对美国的信任度是极其低呀。那我们也看到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说我们就在等待伊朗回复的同时呢，美国仍然是对伊朗保持着战略施压，那也包含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狂怒行动，海上的封锁也从未中断。那卡利巴夫他们的议长，伊朗的议长则说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全面的停火才有意义。那甚至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帕最近又发声明了，他说
敌人发动的是媒体宣传，那企图要操控伊朗民众的思想，甚至破坏我们的团结还有安全。他说，绝对不能因己方的疏忽而让敌人这一险恶的图谋得逞。好，那穆杰塔巴呢？自从他的父亲在第一次的这个斩首行动当中，这个离开人世之后，穆杰塔巴后来成为最高领袖，但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过他本人出现一直都是声明好，那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跟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有联合发表声明，他们就一起说我们在伊朗没有强硬派或温和派，我们都是伊朗人，也都是革命者。当然，国家跟民族是钢铁般的团结，那以及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忠诚，所以伊朗将让侵略者付出代价。那甚至外长阿拉奇说伊朗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一致。不过伊朗也有发现包含是军事跟这个政治的阶层因为伊朗好像有被美国挑拨啦被川普挑拨，那这样子的发生是不是也意在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当然在伊朗内部看起来也有一些压力存在。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伊朗在深夜被说好像被以色列开火，那这件事情究竟如何？我们问亮哥。我觉得以色列确实很想打不过要给美国面子嘛，这个不过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伊朗会被传出什么鹰派鸽派？因为最后决定没有上谈判桌嘛。那显然那个时候是有一派是希望继续上谈判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啦。那后来大概就统一了思想，就说上谈判桌没有好处了，因为美国要的就是无条件投降嘛，所以美国要的那几个重大的核心的议题，伊朗都没有办法同意所以就觉得不如不要上，结果美国就卡住了，因为美国就是，你的对方如果去上谈判桌，那就是不怕开火不就这意思？你就考验美国到底要不要开火了。对啊，所以美国就被考验到了嘛。我从来没有看过美国打一场战争这么短的时间，陆军参谋长也下台，海军部长也下台，你就知道有很多争议了。这个争议大概就是有相当大的力量反对地面作战，不管是打哈格岛或者打赫姆兹海峡。可是因为川普的压力，还有海格塞斯，就是都服从川普的命令嘛，所以部队真的都调到了。所以现在大概在伊朗周边，美军我估计已经超过1万人了，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打的样子可是怎么结束是一个问题就打你要有成果嘛，或者说打到哪里算结束？我觉得美国没有答案，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就回到一开始开战的状态啦，没有目的，不知道怎么结束。比刚开战的时候要急迫了，因为快满60天了，满60天，国会就要表决了嘛，可不可以继续授权那上个礼拜投票213比214，只输1票所以川普是有压力的啦。而且福斯新闻很不给面子昨天公布民调，川普民调只有33，反对了58，你这样怎么弄你这样怎么弄？所以川普在那边假装悠哉，从容不迫。其实川普这个人都要倒过来看其实他非常的焦虑。对，因为我觉得下礼拜真的众议院的投票可能就要定生死了。我觉得一定会再开一次票，因为民主党会再提案那他碰到的状况就是不要打那不要打就是你的逻辑又很怪嘛，你给他封第2层，那你的主诉权不是要打开霍姆兹海峡吗？结果你给他围在外面，然后说经过伊朗港口了，我全部拦。现在有哪一个波斯湾的船可以不经过伊朗港口出来不可能嘛，所以实际上就是全部都拦了。好，帅将军怎么看？这个基本上
美国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地面部队不敢上，空军呢也只能再炸一次。你前面炸了那么多次，伊朗会在乎你再炸一次吗？所以这个就变成军事上没有意义了。空降部队也不敢下，海军陆战队也不敢上，航空母舰躲得远远的，这叫什么？准备再打。但唯一不想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就靠美国牵制到嘛，对不对？美国一撒手走了，很有可能呢。对，川普这个人他够惯了，刚刚几个条件限制下，他不能再打。第一个，前线烧钱烧得太凶，第一个礼拜就烧掉65亿美金，现在每天在烧，对不对？伙食费一天要花500万美金，你算嘛，那26条船在那里，再加上陆战队，加上空降部队，每天在烧钱呐。这，你说他缺不缺钱？前一阵子向国会提出2000亿国防经费，没答应，这次要提5000亿，为什么？为什么停火这段时间飞机调动的那么频繁？前方弹药库空了嘛，他一定要补嘛。那现在就是说，最后一个虚张声势来一下就撤退了嘛。这是以色列最担心的事情嘛，因为你美国一撒手，将来回到17时代的是你以色列啊，对不对？这个他的经济现在已经坏到也比伊朗好不到哪去啊，而且全世界对你的同情完全没有。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全世界的代表除了索马利亚那种国家在听你以色列大使讲话，其他都退席了。你一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啊，你还想让人家来支持你？不可能。最荒谬的是说，全世界等到说你美国打开霍姆斯海峡，结果你还加封，你加封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封一天，中东这几个海湾国家就活不下去啊！他们又不种地，也不做什么其他的生意，就是靠油嘛。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再玩不下去了。第一个，前线眼看着每天在烧钱，而且烧钱没有效果，他就搞一个绝招，哎，我去没收伊朗的油，啊，将来伊朗的油啊，统统被我没收了，我国际油价涨了，我美国还赚钱。川普就喜欢用这个话术骗美国老屁嘛。你看，国际油价涨了，我美国的油可以出口更便宜，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有个苗头对他很不利了。中国的武装舰只去护航，已经4条油轮出来了。中国如果护航成功，北约的国家想不想？他们也想啊。海湾国家想不想？想啊。大家都想让油出口，你美国还能封吗？所以这个问题啊，你不可能再玩老狗玩第2次把戏，再炸一次，再炸一次已经没有意义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川普现在急的要面对自己国内的问题，民调这么低，刚刚亮哥也讲了，你已经掉到33了。这里面最危险的是什么？你的死忠团队 MAGA 分裂了，伊朗反而没分裂，所以这个问题谁能持久啊？伊朗比你能持久啊？你现在马上过不了60天这一关，接着大法官说，退税，大企业可能怕你啊，中小企业不怕你啊，他不退税，他现金周转不开啊。所以川普面临的考验远比伊朗来的重。伊朗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再烫一次也就这样，所以他就跟你耗下去。因为霍姆兹海峡太容易在伊朗手上操控，美国反而封锁不住。这反而是伊朗的主场，对不对？他就住在那里，他就在那里。我主场优势嘛，对啊，我随便一个火箭炮，随便一个无人机就把油轮给炸了，那你就不要通航。川普现在是包袱很重啦，那现在很多回力镖啪就会打回到自己身上。通通回到身上。文基哥怎么看？我觉得现在美国当然处境很艰难了，因为打肿脸充胖子嘛。现在海水退去，慢慢的谁没穿裤子，慢慢的大家就发现谁到底有没有实力。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你从伊朗深夜可以开火这件事情，而且各位注意哦，是小型的无人机。这时候你就想，当时候美国不是打的时候，第一轮的时候，去年福尔多、纳斯坦我已经消灭它了，然后这些90%大部分的海空军，就没想到伊朗的夜间还可以发生这个所谓就发布防空警报啊，然后去抓这个小型无人机。
代表着伊朗的防空能力，甚至军力隐藏的部分，似乎还是隐隐然存在嘛。所以美国没有成功啊。至于我们回过，因此我觉得这场戏还很有的看。但回过头来，你看以色列，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想谈一下以色列？但前几天他所谓的把那个基督耶稣像给推倒、给破坏的时候，坦白讲，连舆论战、心理战都输了。所以这场战役，我觉得。如果我往后看一点，基本上美国跟以色列基本上，我觉得逻辑上是输了啦。但回过头，我要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说看到说这个所谓的打回这个石器时代狙杀小哈米尼，我认为基本上美国真的搞错了，以色列也搞错了。现在已经不是狙杀小哈米尼，我一直希望他们去看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讲功夫里面那个电影，你已经这时候已经发现它是区块链分化这个中心的一个领导的状况下，你杀死了一个小哈米尼有用吗？我跟大家报来看一下福斯新闻网讲的这个，我请导播 take 一下。穆吉塔巴，大家都说哇，他眼面受伤啊，毁容啊，装义肢啊。各位，他在我们的这个福斯新闻网 X 平台上，由于在同胞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团结，这就有趣咯。特殊的团结，敌人的内部反而出现了裂痕。各位，这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原本归类为温和派的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乃至于他的所谓的这个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会出来。换言之，对不起哦。现在整个态势导向了所谓的伊朗，就你美国越打就他们越团结，反正是你美国出现了很多人觉得有点像前越战那种反战的风波。可是我今天觉得最坏的，坦白讲，有点以色列。你看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典型讲杀人诛心。他说他意思告诉大家，告诉伊朗，告诉什叶派什么的，对不起，我在等美国同意。换言之，这一切全部都是阿美的阴谋。所以换言之，到最后如果真的要找麻烦，其实老美是跑不掉。因此，我们回过头，现在为什么他会暂时听我？真正的猫腻，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一直打不是办法。为什么？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之前他会在停火之后，他执行了所谓的819次的飞行、侦察飞行，或是所有的军事的飞行，大过于前面的542。换言之，因为各位知道，打完了一场，我们之前发生一场很多人需要医疗、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美国跟以色列其实包含伊朗，在利用双方这个空档期间，他们在准备，看看你那些人到底藏在哪里、打在哪里。因此，你不管是从 P8A 还是 MQ-47这种所谓武器反潜水面作战侦察，这就是真正的猫腻所在。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简单讲。这次的战争打到这个节骨眼，我认为美国的败相已露，接下来我觉得就让中共渔翁得利。好，所以到底美国继续打还是不打？好，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他顾面子放狠话哦。那当然，美国的国防部发布了拦截邮轮的画面哦，大家应该有依稀记得是23号的时候，美军在印度洋有针对一艘邮轮来登船检查。好，那就是这一艘，我们看到画面也曝光了。那这个登船在海上拦截并登船检查哦，那现在美方是直接公开的画面给大家看了，当然就是要展现说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好，那伊朗的快艇扣押货轮哦，这个川普也激说耍小聪明小船哦，不达成协议就用武力来解决。好，那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有发布影片哦，宣传革命卫队正在加强的控制赫姆兹海峡。那川普就说伊朗你根本就是耍小聪明的小船无法构成威胁。那也重申，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将会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那不知道是不是也因为现在伊朗有做一些动作所以川普有点飙咯生气了，发飙了。他说他已经下令这个美国的海军对任何在赫姆兹海峡
布设水雷的船只一律开火并摧毁。啊，恭维金大虾哈。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外媒特别讲说，伊朗又再度在赫姆兹海峡部署了水雷，所以有人觉得伊朗就是在打脸川普啦哈。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本周赫姆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水雷。那美国对此指出这个是伊朗第2度的进行水雷部署，无法确认伊朗首轮布设的水雷是否完全的清除。好，那当然现在无人机的军舰突然出现了就是美国有一个 AI 舰它的示意图。那他说这款的新型的无人舰长大概是38公尺，具高达1.7万海里的续航力。那这计划跟美军的分散式海上的作战规划相关。那目前海军是尚未公布最终的方案，那相关的技术跟原型舰的开发仍然在进行中。好，虽然在进行中，还在研究中，但是现在 AI 很厉害嘛，所以已经做出了 AI 的示意图。那川普的黄金舰队猛挤压现在福特级的航母也蛮危险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是一个寻求历史定位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有自己命名的船舰，就是川普级战舰计划。已经在2027年会计年度上面的预算当中要求拨款数十亿剂的美元资金。好，相反的，美国海军造价最高的福特级超级航母却正受到严格的检视，所以未来似乎岌岌可危。那现在呢，川普还揭露海军部长遭到解职的原因。海军部长就是他，是费兰他其实不是军人，是这个商业大亨他算是一个政治的文职官员。那他其实跟川普关系蛮好的，但最近是被解职。那原本昨天传出说是因为赫格塞斯认为费兰越过了赫格塞斯，直接去跟川普汇报一些事情踩到红线，所以把他解职了。但川普最新是讲说费兰是因为跟五角大厦高层在造船问题上面发生冲突而被解职。好，那费兰是一位亿万富翁被认为跟川普麻吉。他是川普去年重返总统后首位被解职的政府任命海军部长。好，那当然现在这时候把他解职了也有一点敏感啦，毕竟目前战事还没有结束。好，那美国军人现在不愿意参战的人数是节节高升，恐怕也算是隐忧。那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川普的压力测试因为美国的第3艘核母已经抵达中东，川普也说不会使用核武，那会跟伊朗协议，说有的是时间。那也有记者当然问了川普，就川普说别催我啦。我们来看一下。On war with Iran, how long are you willing to wait until you get a unified response? Don't rush me, Jim. What do you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question how much longer this will take? Obviously, you know that they are having You're such a disgrace. Did you hear what I just said? Vietnam. How many years was Vietnam? Why do I need it? Why would a stupid question like that be asked? Why would I use a nuclear weapon when we've totally, in a very conventional way, decimated them? 突然想到法国总统马克宏还讲了一个79岁的这个老长辈感觉他真的是有在动气好，那个越南呢？当然，他讲到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打了18年，难道这场仗要打18年吗？恐怕会让大家对他的这个很质疑好，那川普现在强调他有的是时间他说伊朗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时间对他们不利。但我要讲60天的时间是不站在川普这儿的好，那川普还说比起轰炸、封锁行动使得伊朗感到更加畏惧，他没有设下伊朗战争结束的时期，也没有停火的时间压力，一度传出3到5天的时间窗口。他说是错误消息。那确实看到川普社群这个发文真发不停，前一天狂发19则清晨半夜醒来半小时再喷4则，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相当焦虑。焦虑到不知道找谁讲，只能在脸书上或者是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发文19则的这个发文马拉松真的只隔了6个小时就代表他也没办法睡，一直在思考。那当然年纪大的人也常常会睡不好、睡不着啦。但是现在整个压力情绪是满贯的，我们其实在另外一方都感觉出来。好，我们开始看到的就是美国国防部特别发布了这个拦截邮轮的画面。我们先问亮哥。川普在3个礼拜就要去大陆了，你拦截邮轮是要逼中国出手，是不是？因为拦截的邮轮都是要去大陆的。那中国大陆上个礼拜不是大庆号就救出2艘邮轮，所以我觉得
他如果再这样下去，最后一定是逼中国出手啊，因为中国大陆会觉得你非法拦截我的合法进口啊，而且他封锁的地方不是战区，他是在外面，那边是公海，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伊朗有讲过说因为现在是在战争中，所以我收过路费。伊朗还没有讲说战争结束他要照收。伊朗如果这样讲，我觉得连中国都不会同意了，因为收费是违法的。你美国，你不是在战区呢，你在外围，然后你拦到的都是去中国的船。所以他这个行为完全就是焦虑了，因为我心理系毕业的看到一个 CEO 一天到晚在那边发文CEO 应该是做几个关键决策而已嘛，他说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然后就把那个克林伊斯威特的文照搬贴上来，再帮川普辩护，这样表示他也在看人家贴文就睡不着觉嘛，所以就出来看别人写什么，对对对，他就把支持他的人贴上来，说你看他讲的多好，这样同温层真是完蛋了坦白讲，那个费兰，川普之所以任命他当海军部长，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他造川普舰那可是川普给的时间表不合理了，所以费兰搞了半天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川普是讲实话。那为什么海格赛斯很生气啊？因为他都不跟他讲，都直接见川普。不过也合理啊，如果两个人麻吉，费兰应该会觉得就直接跟川普讲就好。海格赛斯知道他军中没有声望嘛，那如果部长在越级，那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被架空了，对不对？所以海格赛斯坦白讲是讨厌他越级了，是召见没错，是召见的理由可是他真正讨厌是他越级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荒唐啊！你现在在战争还在讨论川普舰，你不觉得很荒唐吗？那要不要再讨论一下 F-47那个飞机什么时候要做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乱了啦，什么东西的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对啊，就是章法旋乱呐。那这让美国人不是看不出来所以刚刚这个亮哥所说的33%民调，其实都隐含在里头。将军，我要给各位观众解释一下，美国的军事体系海军部长、空军部长是军政系统，可以文人来干的。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是军政系统的最高领袖，是因为国防部长不指挥打仗，他可是要指挥建军资源的分配，懂吧？以前最好的部长就是麦纳马拉企业家，把这个钱用得很好。现在这个海军部长为什么会下台呢？因为川普要造大战列舰，这个在海军已经是被淘汰的观念。现在为什么航母也被审视了？什么意思？从这次战争里面看出来，航母已经是没什么太大用处了。你碰到高速的反舰飞弹，你的损失是承受不起。所以福特号还要不要做？下面的福特号已经被审查了。为什么？现在海军作战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像中国大陆的分散式的攻击，叫虎擒。虎擒是无人舰，速度又快，目标又小，带的又是飞弹，又不死人，也不要人员维持费，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可是可以四面八方围着你这个大航母同时发射反舰飞弹。这个无人艇的制造，比一个飞弹就可以做它2条，你说多便宜呢 ？CP 值高啦，P 太高所以美国也在发展无人舰，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很明白了。那中国大陆搞那么多虎擒，美国要不要赶上？那这个时候海军里面就产生2派意见了。你要服从川普那个造大战列舰吗？那大战列舰比航母还贵，是，可是挨揍的机会更多。所以这个海军部长怎么会不辞职呢？那海格赛斯说：“我是资源分配
军政的最高首长，国防部长，你这么跨越我，直接跟川普去打交道，我会高兴吗？你是拿我的权，分我的权呢？所以这个只要内乱，因为军政权、军令权，军令权是海军参谋长，美国是参谋总长制，参谋长。这沿袭德国的参谋长是主要指挥部队的，所以我们国防法也写得很清楚嘛，军政、军令、军备3个系统嘛。那你现在这个是原来是喊川普最要好的朋友都干不下去了嘛，对不对？你川普乱搞嘛，什么时代了还在搞大战列舰，海军没有一个同仁会赞成的。对啊，所以他的思考方式比较旧思维啦。那当然里头内部人就变成说，不是到底是要250，到底是要呢符合我们国家的建军呢，还是要符合川普的喜好，就会变成两难呐。哈，文琦哥，我应该这样讲啦，川普刚刚我们讲了嘛，我觉得是强弩之末了。我觉得他脑袋真的不太清楚。你刚才讲一个老人家晚上会不断的发，你会不会觉得突然很奇怪？这有没有一点？我跟大家报告，有一点诸葛亮？你怎么可能早上才隔个几个小时就发？代表他比较担心他的身体。对，他心情极度焦虑嘛，因为你替他的心态不可能，你说3点钟困4点钟困不起，你一直发，代表其实他很焦虑。所以这样的身体，我坦白讲，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你已经看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深层的恐惧。然后第二个，我们说他是个250，没有错啊。各位你看一下，除了最近这件事，人家印度也很生气啊，他说啊，你美国川普又说你全部都是要到人间的地狱。你很难想象，以前美国一出来的时候是一呼百诺，哇，大家都要支持他。可是现在没有人要理他。从了这一次，我们看北约，一直到西班牙，一直到印度，他都得罪，他还要印太战略。所以我说，当他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各位就要知道，川普的状况真的不太好，他已经被怒急攻心。所以他如果说真的胆敢动用核武，我只能讲，我认为不会，因为那是开启了所谓的潘朵拉的盒子。可是我要讲，如果真的有办法的人，会咬人的狗不会叫，不会像川普这样一直吠、一直吠、一直叫，代表其实他外强中干的状况非常的明显。回过头，我们为什么说他外强中干？各位，你看到，唯一我必须要称赞他，他真的学聪明了。他这次发现，我刚才讲大规模的轰炸，搞得你就神权政体没有垮掉啊！就我每天军费每天烧个500万、600万美元，他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学聪明了，他也跟你登上这个邮轮的船。他说我封锁，就有点像台儿庄，你包围我，我再包围你，你再包围我，再包围你。可是对不起，你不要笑人家嘛。人家现在伊朗就是你讲的嘛，不对称作战嘛，他派几艘小艇，对不起，我承受得了啊。所以你今天看到伊朗的部分，我必须讲，非常的聪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我们刚刚特别强调，为什么我说美国基本上是强弩之末？你如果在第一次所谓的水雷你都还没清，要6个多月哦。如果真的还不见得清得干净，你现在让伊朗竟然还有第2次的时间说要去布雷，然后你说好，我一定只要布雷，我全部都打掉，你就从这种小细节就可以看到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最后我要讲，为什么我们说战列舰或者那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以前我们讲的尼米兹啦，或是大核战舰，时代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讲，为什么最近美国会保留所谓的 A-10那个攻击机？因为它持续稳定好用，而且航母现在对于大家来讲只是一个前沿部署，一个摆在那里看，就像将军讲，它会变成是一个活靶子。所以整个战争你看下来，我觉得美国持续它会越来越少，因为它是持续性的 tackle， 而且国际威信越来越欠缺。好，总结哦，一轮看起来感觉就是美国在武器上面真的不长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伊朗跟美国这场战局到底美国会不会继续打呢？好，我们要看到一些讯息哦，因为中国驻伊的使馆又发出警告，说形势很复杂，要公民暂勿前往。
那当然就是因为中东冲突现在未明嘛。那近日美国总统宣布是这个延长对伊朗的停火期限，但是23号中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又再次提醒叫中国的公民暂勿前往伊朗，说他们伊朗的部分开放部分的空域，但是地区的局势仍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那安全的形势依然是复杂多变。那现在美伊的僵局到底谁来解呢？我们看到了新闻周刊是认为说川普日前透露说，北京在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之后呢，中国开始也更积极的参与区域事务，不仅提出了扩充版中东和平目标，也在与波斯湾国家会谈时呼吁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好，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南国际的研究院的研究员就特别讲北京一方面谴责美国的封锁行动，另外一方面是透过了巴基斯坦来推动外交解决，这展现的是经过精心的拿捏平衡立场，说中国不会替美国收拾战局，但是也不愿意见冲突升高。所以当然有一派认为北京现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破门者。那美国的印度洋拦截这个邮轮美军这边在印度洋拦截邮轮，床上是装满着伊朗的石油。战争部就有特别讲说，这个目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好，也就是刚刚我们有特别看到嘛，美军在印太的海域上面有这个登上一艘受制裁的邮轮，那里头是来自伊朗的石油。那这是本周遭拦截的第3艘船只。那这个邮轮挂盖只是盖亚纳国旗那是从斯里兰卡起航，目的地就是中国大陆的舟山市。那就特别讲到了这个中国，那也有人认为这个现在美国就是意图要把中国再度扯进来那现在美国的能源部在20号发出了一个报告，说根据估计，截至2025年12月，全球3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分别就是由中国、美国还有日本所持有。那以及美伊的战火烧出了恐怖数据现在说美国的4月制造业的 PMI 初值是54，高于前值的52.3，也创下了47年来的新高。那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周四的盘中一度上涨5个基点到 4.35%， 那后来又回落到 4.23个百分比附近。那现货的金价也下跌大约 0.7%， 那目前正测试$4700的大关，所以包含的是美债还有金价持续是承压当中。那问题就是大家看到这3个航母被调走那川普现在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根据这个推特有博主发布的卫星图说在4月23号当天，中国海军在海南岛的近海一处海域，其实集结了至少14艘的航舰，那其中有航母辽宁舰，也有075的2栖舰，那有055、052D 的驱逐舰，以及疑似潜舰等多型的主力舰艇。好，规模十分强大，舰艇性能也十分的强悍。那就有人说这是不是14艘的这个舰艇规模已经超过了隔壁7国的军演？好，隔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美菲日的肩并肩军演那当然这个地理位置就被大家做了一些揣测。那日本这美国的这个战争部的助理部长约翰其实也有特别的表明说，美国有意要加强驻日美军来应对中国的威慑。那日本也是要打造大量的生产无人机的体系，说有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来备用。那 AI 的作战时代来临，日本还想要转型数据中心战，防卫的战略做了一个重大的翻修。那当然看起来好像是美国一发话，日本就急增军力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觉得现在日本就是在第一岛链变成一个美国的马前卒啦，有点这样子的味道。好，我们还看到一开始目前这个中国驻伊朗的使馆是发了警告，希望公民不要前往。这算不算是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讯号？孟亮哥，中国大陆发警告，上次很准隔天就打了。川普发警告通常都是假的。川普事实上早就讲了，美国公民立刻离开。结果隔天他宣布无限期停火，以前也发生过。那我只是提醒你，就是上次中国大陆宣布说公民不要前往，隔天就开打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有一定的根据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会打了啊。那帅将军是认为不知道要打什么了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把1万多个军人都调到这边了，不打说不过去，是不是？当然是这样啊。来都来了，红姐。我上次就是这样啊。战争可以不打是最好的啊。不是摆那么久，能用外交解决，那当然摆那么久干嘛？烧钱，是啊，那个花很多钱呢，每天都要烧，而且都是特战部队，你都调过来了，然后他们什么都没干，这个怎么交代啊？所以我一直认为会象征性的打一下，炸一炸，然后就自己讲说我大赢，赢麻了。赢麻了。因为下礼拜要表决啊，你总要有个东西让国会感受一下吧。放个鞭炮，坦白说啊，美国国会对战争的状况也不了解啦，也是看报纸啊。那你说这个时候大部分新闻还是管制啦，所以要有一个放烟火的新闻嘛。放烟火的新闻就是要炸到重要的目标嘛。可是我跟你讲，伊朗啊也准备好怎么反击了啦。所以我说海湾国家还是倒大霉啊。很可能又是炸阿联酋，美国的数据中心。所以美国倒霉，阿联酋也倒大霉，就这样。以色列都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啊，这是我看过最荒唐的战争啊，不可思议啊。就是，然后川普的逻辑真的很怪啦，就是你现在一副又说石油嘛，你不要让中国赚到折扣油，那是要干嘛？这目的是什么？是要惹怒中国吗？而结果你上个礼拜之后要去中国啊，或者是不希望中国当斡旋调停的人吗？感觉又不是，所以他逻辑都是冲突的，你知道吧？矛盾到极点了。对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找中国麻烦有什么意义啦？伊朗真的差这几个礼拜赚不到油钱嘛？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中国大陆也可以体谅啦，搞不好伊朗跟中国大陆周转啊，因为他会有财政问题嘛。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他周转也太容易了吧？所以你到底政治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生气了，怎么可以让你赚钱？就这样啊，怎么可以让你讨便宜？我觉得跟那些小孩子一样，对，就情绪放在理智之前了嘛。他说这种行为偏偏让中国赚大钱，所以他不高兴嘛。就这一局我又没打赢，那伊朗每天赚钱，而且中国也赚钱。你不觉得他对美国都是这样讲？对，我们美国也赚很多钱啊。可是我跟你讲，他压力来了。我刚刚看《纽约时报》，川普已经说他要用战争法，要求油价不能再涨，因为老百姓都看到了，美国的油商一直赚钱赚暴利，然后老百姓越来越倒大霉啊，就这样。对，但还不是他造成的，他不打这场战争就没事啊。是啊，对啊，将军，我把他刚刚讲的东西再解释一下。是伊朗为什么要打阿联酋的计算中心？因为阿联酋的计算中心是美国投资的，他就断了你这个念头。你阿联酋现在已经到中国大陆去讨饶了嘛，去商量嘛，对不对？那你还是要依赖美国的奶嘴的话，你脱离不了美国嘛。哦，伊朗把你这个计算中心炸掉，就断掉你这个奶嘴子了嘛。那你阿联酋将来很可能就要全部往中国这方面倒嘛。这个趋势，阿联酋是被伊朗打得最惨的国家，受美军之害最惨的国家。所以海湾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等油出去赚钱呐，这些国家没有别的生产嘛，这个钱袋子是被捏的伊朗手里，也被捏的美国手里，难道他不要找出路吗？而且美国说，所有到伊朗的油到别的国家港口统统要封锁，那只剩中国的港口可以过嘛？那中国有能力护航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搞是让中国可以赚大钱。中国的战备储油已经超过130天，在源源不绝的便宜的伊朗油进来，
谁占便宜啊？那美国不疯了吗？所以川普前后的行为啊，他都不计算这个后果，是对你自己有利还是对敌人有利？结果算了半天都是对他的敌人有利，还要到敌人家去求饶，去拍个照，打个卡，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哎呦，这么恶心不恶心呢？你在那里天天想整人家，然后又需要人家跟你合照熊抱，所以习近平在偷笑吧？我看你怎么做态吧。你5月来，国会刚好不准你再打，对不对？然后国防预算5000亿，国会也没办法过，国内的库存没钱补，海外的库存你再打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嘛，梁哥一直讲会打一仗，会了，放串鞭炮了，伊朗每个地方再炸一次，回家自己欢送自己 ，so what？但是我是有看到 CNN 有报道说，因为之前的1个月的轰炸，主要集中是在比较内陆的军事目标，所以 CNN 报道说新计划可能比较更直接，会针对战略水域周边那提升对海上的一些封锁能力的压制。不过现在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了。好，文琦哥怎么看？我觉得美国最后应该会比照越战的那个最后结束的模式，叫光荣撤退。反正我赢麻了嘛，但是我必须要称赞一下中国大陆。虽然我不喜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可是你确实看到中国大陆的战略的定力啊。他现在呼吁公民的这些行动，我必须讲。我们先讲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的海鹰说，在中东打这场仗就有点像是在一座超大加油站的这个停车场里面。我觉得老共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没有犯我们说拿破仑讲的，在敌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停止，不要让他停止，因为他非常的清楚，他希望他最近要塑造是所谓的大国形象，他希望他的人设各个他能够和平崛起，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赢过美国。所以你看到，不管这次他得利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之前他因为俄乌战争他看到了一个弊病。美国一直透过 SWIFT 的系统去修理这个俄罗斯，冻结它3000亿，所以中国大陆在发展他们自己的金融结对系统CIPS， 还有所谓的这个 Bridge， 也就是跟阿联酋啦、沙烏地阿拉伯，人家在石油、人民币种种的金融作战上面，他用尽了脑力，而且人家很认真，所以我觉得你说你不得不称赞他嘛。他比起美国，就是我觉得就血气之勇，觉得好像天大地大，我川普最大，所以我觉得你不得不称赞他。回过头来讲，我觉得你说他去拦截这些，刚刚将军讲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的数字。美国能源情报署自己讲的 EIA 讲的哈，在32个的这个成员国有32个有12亿吨，光中国大陆就14亿吨。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看一下这个，除了《纽约时报》说目前它大增了15.8%。这个所谓的测咨询公司，中国的监管机构，在当时候一发生战争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一直在准备了。换言之，大军未行，粮草先行的状况下，你就可以看出人家中国大陆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场仗，除了我们讲说他可能赢麻了，打屁股就拍，各位也不用担心。各位看一下，为什么最近的金价，好像在下跌。其实这个整个的国际金融的讯号都在告诉我，因为他们的嗅觉比我们更敏锐。